就在殷商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就赶上了成汤去世。这种情况下，最怕的就是发生严重的政治动乱，需要有一个靠得住的人来主持局面，稳定人心。承担起这个角色的人就是殷商的开国元勋伊尹。成汤去世之后，正常情况下应该继承殷商王位的是成汤的长子泰丁，但泰丁去世的比成汤还要早，也许是因为王朝出力，外部危机四伏，这种情况下幼主临朝不大合适，所以为了稳定局势，伊尹支持泰丁的弟弟继承了王位。竹书纪年里说，这位新任的商王名字叫做盛，号外丙，一般被认为是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卜丙。丙，日光照耀，草木生长，象征事物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外丙在位期间任用伊尹为辅政卿士，过了2-3年，外丙去世，继任的商王是外丙的弟弟，名字叫雍，号中人，一般被认为是殷墟甲骨卜辞中的男人。人，生物孕育着新生命，象征新事物可能出现的希望。宗人继续任命伊尹为辅政卿士，短短3-4年之后，中人也去世了。很多人说成汤很长寿，看来也未必是空穴来风。作为成汤的儿子，泰丁提前去世，外丙和中人在成汤去世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也相继去世。如果排除掉疾病和意外的因素导致，那么大概率可以说明他们2位继位的时候年纪就已经很大了。而到中人去世那年，泰丁之子应该也长大了很多，于是这个年轻人继承了殷商王朝的王位，他的名字叫智，号太甲，一般被认为是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大甲。甲，种子出发，将要破壳而出，象征新事物刚刚开始，发展前景却不明朗。刚刚继位的太甲作为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开始搞起了改革，要整点新花样，弄出点新气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典型制度上做出点改动。成汤时期已经确立了一系列的典型制度，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状态与成汤时期有所不同，刑罚制度肯定是要做出一些变化的。但是太甲的改动似乎是有点过了。孟子说，太甲颠覆了成汤时期的典型制度，改革也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是要将旧有的制度全部推倒另起炉灶，还是在部分保留旧制度的情况下试探着加入新的成分？哪一种方法更有利于政权稳定？夏后氏当年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后人答案是什么了。另外，成汤时期的典型制度是伊尹主持制定的。伊尹在辅佐外丙和中人2任君王以后，到此时仍然在主持朝政。作为开国元勋，自然看不过去太甲这个年轻人乱来，于是伊尹以太甲不明智、暴虐、不遵守祖宗之法，扰乱王朝统治根基为理由，将其放逐到同宫反省，由自己代行朝政。同宫具体地点不清楚，有观点认为同宫就是偃师商城里的宫城，也有观点认为同宫是成汤陵墓上的享殿建筑。对于伊尹流放太甲的目的，大部分传统史料都认为伊尹是要让太甲好好了解一下成汤的创业史，反省一下自身的错误，收敛一下浮躁的内心。不过这段时间里，前往博都朝见商王的诸侯邦国们可能会很诧异，伊尹再怎么样也是臣子身份，放逐君主然后自己摄政，那他到底是真的在摄政，还是自立为王了呢？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这种不清不楚的状况大概持续了3年左右。史记表示，太甲迷途知返，深刻反省了自身的错误。伊尹非常满意，于是将太甲迎回国都，政权奉还，仍然是太甲为君，伊尹为臣。而竹书纪年则表示，太甲偷偷从同宫跑了出来，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里诛杀了自立为王的伊尹，然后任命了伊尹的2个儿子伊稚和伊愤，并把伊尹的财产也分给了他们2个。太甲杀伊尹的说法似乎更符合中原王朝几千年来的政治实践。这样的话，伊尹就是一个因为贪图权力而篡权夺位，最终被诛杀的权臣。但是伊尹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少见的一心为国、不贪图权力的社稷之臣呢？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伊尹的地位几乎等同于殷商先君，伊尹还是后世殷商君王祈雨祭祀的对象之一。一个篡权夺位后被诛杀的权臣是不会有这种待遇的，能够获此殊荣，应该能说明伊尹在道德与才能方面都做到了极致，所作所为均是出于赤诚之心，无可指责。太甲杀伊尹的说法，从结果和影响来看是站不住脚的。还有观点认为，伊尹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掌权的勋贵家族。伊是这个家族的姓氏，尹是这个家族族长所担任的官职。这样的话，太甲杀伊尹在实际操作上也不具备可行性了。今日杀掉一个伊尹，明日说不定会有10个伊尹站出来。伊尹可能还代表着众多保守派殷商贵族，这群人也不会轻易顺从于太甲，所以暴力杀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太甲与伊尹之间的矛盾根源就在于是否要遵循成汤时期定下来的制度规范，彻底推翻祖宗之法，会破坏王朝政策的延续性和思想观念的稳定性，导致政权分裂、权力内耗，给予外部敌对势力可乘之机。所以为了殷商政权自身的稳定发展，改过自新、降低身段的人必须是太甲。还政之后的太甲似乎尊称伊尹为后父，在一次与伊尹的谈话过程当中，伊尹表示，当年的夏人就是因为不遵守先王孔甲定下来的典型制度，才动摇了统治根基，导致王朝灭亡。太甲赞同此观点，并表示自己将会认真继承并履行先王成汤的统治理念。至此，太甲与伊尹的观念达成一致，殷商政权内部再次团结起来。太甲还政之后，带领殷商王朝稳定发展。殷商除了用西伯偃师商城取代真荀，以捐赠手段控制河洛地区的夏后氏王姬故地以外，还牢牢掌控着焦作府城商城与徽县孟庄商城这2大区域中心城市，控制太行山、东南黄河北岸的河内地区。另外，在王屋山与中条山之间建起元曲商城，从毛巾渡鱼板通道和元曲通道2条线路进入中条山以北，进军夏墟，继续打击残余夏人势力，并在盐池以东涑水上游建起东夏冯商城作为新的前进基地。在军事政治方面，殷商已经彻底取代了夏后氏，而在文化礼教方面，夏后氏的影子则无处不在。在城市规划与建筑布局方面，殷商继承便发展了夏朝的很多传统，将宫殿建筑安置在城市地势最高处，四周筑墙，并向外依次布置贵族聚集区、手工业作坊区和一般居民区。宫殿建筑遵循统一的建筑规划轴线，显示出明确的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殷商文化又在此基础上构筑了由内层、外层、壕沟等多重防御设施组成的防御体系，并大为发展了建筑奠基的习俗。在青铜器铸造方面，殷商模仿继承了前朝青铜器的器型、纹饰以及青铜礼器的组合陈列形式，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步产生新的风格器型和纹饰种类日渐丰富，礼器组合形式也越来越复杂，以体现出使用者身份的差异。在埋葬制度方面，殷商接受了夏朝在墓葬坑底部铺垫朱砂并放置圆陶片的习俗，以及用陶器和青铜器随葬。但殷商文化在随葬陶器的器型上保持有自身的特色，并流行在墓底挖筑腰坑以及殉葬的习俗。埋葬地点主要有使用中的房屋地下、使用中的道路地下以及城墙附近。这些继承与发展的文化制度习俗，影响着取代夏朝之后的殷商。社会分层日趋细化，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原地区逐步形成了五谷杂种的种植制度，但主要农田仍然是旱作农田，主要农作物为粟、粟和黍，都属于耐逆性比较强的谷物品种。而粟和黍相比较，黍的耐逆性更强一些。但是粟的单位面积产量更高，作为食物的口感更好，并且易于储存。除少数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干旱地区以外，大多数地区的古代旱作农业还是以种植粟为主，黍为辅。基于河洛地区考古分析得出的数据显示，殷商时期水稻遗存出土的概率，相比较于夏朝时期大幅度降低，可能与夏朝的共赋制度有关。夏朝灭亡，
王岐地区不再可能从其他地区收集稻米来储存，小麦遗存出土概率相比较夏朝时期大幅度升高，甚至产生了大幅度跃升的现象。大豆产量规模虽然不突出，但是重要性却很高。另外要说明的一点可能是，如今国内外的学者普遍认为，大豆应该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农作物。根据更东方一些位于殷商初期文化核心区的新郑望京楼地区古人类骨骼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殷商前期居民食用稻麦类食物比夏朝时期比例更高，但总体上还是以素薯类粗粮食物为主。从先民性别结构来看，男女个体间饮食结构中肉类食物占比类似，男性个体饮食结构中素薯类粗粮食物较多，但是呢也没多少，脸型差异并不明显。从姓名年龄结构上来看，儿童群体饮食结构中的稻麦类食物摄取比例较其他年龄段更高一些，而肉类食物在全年龄段内保持相对稳定。记载中说，太甲在位12年之后去世，庙号太宗，接替太甲即位的是太甲之子，名叫炫，号沃丁，一般被认为是殷墟甲骨卜辞中的羌丁。丁，夏天草木皆子象征事物已经发展成熟，在沃丁时期伊尹去世。有记载说，沃丁用天子的葬礼制度安葬了伊尹，为其设立祭庙，以太牢祭祀。商王沃丁亲自为其服丧3年，以报答后父。伊尹为殷商政权的建立以及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而伊尹去世之后，鸠丹成为王朝新的辅政大臣。鸠丹也是殷商开国元勋之一，执政理念也完全继承伊尹。从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殷商政权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竹书纪年说沃丁在位19年，通鉴外记说沃丁在位29年，而沃丁并不在甲骨卜辞殷商先王周记序列里，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沃丁根本就没有继位过。在沃丁之后继位的是沃丁的弟弟，名叫卞，号太庚，幼者是竹书纪年里的小庚，一般被认为是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大庚。庚，秋天草木果实饱满，象征事物的发展有了科学的成果。不过太庚在位时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相关记载，在位时间也有5年和25年两种相差悬殊的说法。在太庚去世之后，太庚之子继承商王之位，名高，号小甲。甲，种子出发将要破壳而出，象征事物刚刚开始发展，而前景却不明朗。小甲在位时间有17年、36年、57年3种说法。殷商王朝号为甲的君王一共有6个，除了生平时期都没有留下记载的小甲，其他的5任商王生平大多伴随有激烈的改革政策以及王朝危机的状况，再加上夏朝的印甲与孔甲也符合这一规律。有一种观点认为，商王的号体现着后世对其一生功过成果的评价，而甲这个号明显就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意味。不过还有批判意味更强的号，比如小甲去世之后即位的弟弟名纣，号雍基。既秋天草木定型不再生长，象征事物发展停滞不前。殷商600余年30多任君王，号为己的只有这一个。史记说雍己在位期间，殷商政治衰败，诸侯邦国军长们有很多就不去朝见商王了。这可能是成汤伐夏以来王朝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雍己在位约12年后去世，继位的商王名密，号太戊。各种动植物互相缠绕，象征事物发展到熙攘繁盛的状态。这个名字里所表达出的赞扬态度十分明显。殷商600余年30多任君王，号为戊的也只有这一个，就像《说文解字》里对于戊的解释一样。太武在位时期，殷商政权将扭转颓势，再次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阶段。